玉山是台湾的第一高峰，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期盼一生能朝圣一次的大山。今日上玉山的路线称为塔塔加上玉山，规划完整且难度不高。然而，早在1900年，那个玉山还被称为新高山的时代，第一个登上玉山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与森丑之助，他们走的可是更为古老的路线。而在1931年，更有一位来自日本的热血青年鹿野忠雄，将他当年走过玉山群峰的故事记录并出版成后来著名的高山文学巨著《山云与番人》。而故事的背景正是发生在历史悠久的八通关。时至今日，日本于1921年建立的八通关古道也已经有了100年历史。这次原堂与伙伴们将选择以4天3夜的时间，追寻着鹿野忠雄等前人走过的足迹，带大家从八通关登上玉山。这是一条不同于一般塔塔加上玉山的路线，不仅是水平及垂直距离，甚至是时间都超过塔塔加2倍的挑战级路线。八通关上玉山上集，我们正式开始。Hello， 各位观众，时隔几个月，我们再次的来爬山了。这一次我们要来爬的就是这个八通关上玉山，然后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后面这个东埔吊桥，号称全台湾最高的吊桥，好像是这样。然后这是特别嘉宾舍利，他只是没有要拍片，他应该来休闲。我是个废物，还是废物。然后呢，我们这次灿宇再度的回归了，再度回归。他前几天都在玩海。OK， 好，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八通关上玉山是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当年日治时期要登上新高山，也就是玉山的主要路线。而这条路线的起始点就是东埔吊桥开始，经八通关古道沿着老农溪谷上抵玉山北安，中途会夜宿关高及老农溪营地，再由玉山北安直攻玉山主峰。一般来说，3天2夜即可完成。这次的队友依旧是老团队原堂 YT 战队的纠察队长汉纳仔，我们的只做最正确决定的男人佑家仔，有他跟这趟只能好不会坏。还有我们不只是旅行的蛇令，以及本次行程主规划的莫队长小莫，最后则是我们的鲜肉帅气摄影师灿宇。我们第一天啊，八通关古道入口，金龙瀑布，八通关18公里，出发。看到前面这个人吗？他是这次的纠察队，他在拉大家的速度。来，你已经时隔几个月没来爬山了5个多快半年了吧？啊，这么久啊！上一次是中央间诶，上一次中央间，对，4月底还在汉娜小教室哦，对，现在又在健步如飞。对，我不能退步，不能退步。哇，好热，不能退步。哦，哎，真的哎，就是这边平平的。然后呢，就断下去这样感觉。大家的向导感觉怎么样？感觉很紧张啊。莫队长带大家到山里面迷路。八通关古道西段的前段，其实是一般民众都可以走访的景点。在路口不远处，马上就来到了古道必吃的爱玉小站。我们现在在这个八通关古道入口一进去的第一个，算是非常特色的地方，叫爱玉小站。然后在这边吃爱玉，很多人走这条路线都会来。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登山队的这种布条在这边，非常有特色。这个历史悠久，50年老店。好喝。你累了，但是还是硬要吃爱玉。没错，为了吃必须要停下来。这里有趣的是，有50年老店的爱玉小站跟 MIT 台湾志团员开的老店分庭抗礼，提供上山或下山的过客一碗碗沁凉的爱玉。在热情老板娘的欢送下，我们再次踏上路途。八通关上玉山这个道路其实它非常有历史哦。以前日治时期要上玉山都是走这条路，那时候是没有海云山庄，然后没有那么好的整顿的。对，老农溪营地有可能会有黑熊出没，然后汉娜说要怎样对付黑熊？不要这样，然后不要动，对，不要动，他比他大只的，不要乱学。
啊，如果真的说遇到黑熊，然后就这样被咬死的话，不负责，不负责任，不负责任。我推荐你比熊赞，跟他不要这样子吗？靠交情，熊赞。到黑熊这样，黑熊会有点陡。哇哦，这是什么？这通天水管哦，看起来很帅。看这是什么通天水管？看起来很神奇耶。我们现在在这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其实是父子断崖。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酷的水管，一路就通往天际，完全看不到界限。然后我就在那边乱讲说这是通天水管，然后一过阿公阿妈就说哦，通天水管哎，我这个那个啦，云龙瀑布的水下。哦是啊，刚偷听前面的导游，哎有听就对。偷听前面的导游讲话，然后假装自己很懂。父子断崖在那边。这个父子断崖也是有它的典故啊，故事上是这样说的：过去呢，这个父子断崖非常的险峻，你只能顾好你自己，然后你没有办法顾到你的家人哦，你也没办法顾及到他，所以它又叫做瀑布之子断崖。哦，简单来说就是你走在这个断崖，你自顾不暇啊，这让我想到东部那边有青布之子断崖一样的典故，反正都是形容这种断崖地势险峻的意思。OK， 这里就是父子断崖。哦，其实它都有绳索，还蛮安全的。整个八通关古道就这样建在峭壁小径之上，至今已过100年，仍然屹立不摇，承载着来来往往的观光客，再现古道风华。其实八通关古道早期分为清八通关与日八通关，均为开山抚番而设，而一般观光客的终点就是在单趟4.3K 处的云龙瀑布了，再往后就需要入山申请。刚刚有讲吗？有啊，哇，好漂亮哦，有点美耶，后面。我们现在在云龙瀑布，然后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云龙瀑布。在我身后的就是云龙瀑布，这里是八通关路上的一块岩壁留下来的一个瀑布，然后这里是一个著名的景点。那云龙瀑布又有人称它为青山白练哦，就是呈现这个，你看它这个倾泻而下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好，我们等一下继续前进八通关古道了 ，OK。你们要去玉山啊？对，这样。然后云龙吊桥，一次3个啊，一次3个，各位。好恐怖！好，各位要小心走，这边仅限一人，他已经有点崩坏了。哎，这个木板是他新铺的。哦，又要一个封闭了，一些止息的声音哎。干，我们到了这个乙女瀑布的这个岔路口，然后这边的封闭比较难过，所以他们是建议高老。目前看起来都还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先来探一下路，看是不是好不好走。哦，到了乐乐山屋。乐乐山屋，这刘灿宇要拍吧？而且里面竟然有人。海拔高度1670，哦，已经有人先放在这了。乐乐自在水。现在到了一个非常神圣的山屋，这山屋的名字就叫做乐乐山屋。一点都不神圣。这个山屋的名字就跟我最喜欢的狗是同一个名字。乐乐住在所。我强调一件事情，那不是你不要吵啦，你滚！乐乐比你重要。乐乐山屋，哎，好可爱哦。乐乐猪可能都在里面睡觉，哎。乐乐猪。这个八通关古道，因为沿路都有很多住宅所，所以以前这边也是一个乐乐住宅所，然后改成山屋。接下来的路上其实还会有很多这个住宅所，这就是八通关古道的一个特色。哎，要往乙女瀑布的路上开始变陡了。我们的汉娜这次没有
没有月经的枷锁，干！没有月经的枷锁，又冲在前面，爽快！你看着他的屁股追不到。各位，我们在前往从云龙瀑布要往银女瀑布的路上，路程已经越来越陡峭了。然后我们刚才小迷路一下，但是顺势走回正轨了。好，继续前进。各位观众，剩下8公里了 ，Go Go Go！剩下8公里了 ，Go Go Go！我们会先到乙女瀑布，然后再到对关，最后才是关高，还有8公里。OK， 赞！各位，你会发现，在八通关前段这段路啊，很多地方其实都蛮平坦好走，然后它坡度也不会太高。这是因为呢，过去呢，这里本来就是为了控制原住民所设的这种战略通道，所以它是要有一定规定的宽度，去让车子啊、运输车可以运输一些物资啊，或是可能弹药，就是让他们可以通行这样。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路都还蛮宽敞。好，这应该是乙女瀑布吧？对。各位，我们到乙女瀑布了，在后面。哇哦！乙女瀑布。走走走。继续朝着我们的营地前进。快一点！走好。好冷哦！天超级滑，要小心哦。你们要抓着这个树哦。这个因为树倒塌而毁掉的路，发现八通关都没什么布条。好，这个崩壁真的看得到以前的路的痕迹。双巨神木，通天木，有一个通天，有一些通天木哎。对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台呢，就是当年的这个对关驻在所的遗迹哦，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地基，然后这片也特别的宽广。这边主要是日治时期为了理番啊，就是他们要管理原住民，然后呢，才就是陆续建造了，沿途共建造了这个54个驻在所。那我们刚刚就经过了2个，那后面好像还会看到一些，觉得非常酷。然后这次也是整个古道的100周年，非常非常特别。OK， 离开对关驻在所遗址后，我们继续前往今晚目的地关高屏。沿路千年古木林立，搭配缥缈云雾，颇有几分仙气。超巨大，很棒。日本八通关古道在2战后曾一度荒废，后经林务局整修，作为林业护管使用。而日治时期的古道目前保存维护较好，推测与日本人沿路设驻警所有关。从东埔一路到八通关草原为止，保存尚未完整，在过去就不容易行走了。你们能想象吗？这条步道，它就是在100年前，今年2021年，直接是满100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记录哦。100年的古道，然后你也会发现，我走在这个步道上，它的坡度都不会太陡，然后呢，宽度也有一定，这都是因为当年在做这个驻在所，他们是有严格的去依照宽度去设计的，然后为了让物资、军火啊这些能运输上来，啊，它的坡度不能太陡，这样车才能拉得上来。这样，八通关古道因为历史悠久，部分道路其实已经坍塌。我们穿过几处较陡峭的地形，往关高屏前进。现在走在八通关古道的13.5K 左右的地方，那这边有个水源处，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取水。如果是枯水期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11K 的时候就可以先取水。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为了少走一段路，然后
取一下我们等一下去观高营地扎营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水，还有隔天需要用到的水。然后就在这边给大家看。各位，现在5点了，太阳逐渐要下山了，然后我们也取完水，准备要前往观高营地扎营，大概还有最后1公里的路程。我们跟着小莫。如果这个路如果下雨走，真的蛮辛苦。会很滑，会很滑。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次都有一些运气的部分，一些情男情女的力量。抵达，对，这里人就是观高。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观高坪。那这边的话其实是直升机的停机坪，所以呢，我们是不方便在这边扎营。那一般的话，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然后你就是从这个路线再继续走到森林里面扎营。那里面才是旧的这个观高工作站的。7点39，准备出发，继续前进老农溪营地。7点47，我们离开了观高营。啊，好舒服的林道。离开观高坪，我们继续向八通关草原迈进。天气晴朗，走在清晨美丽的林道间，呼吸着山林的芬多精，整人都神清气爽了起来。观高一路上虽然仍有许多困难地形，但大家也都顺利通过。不久后，我们便来到了八通关新旧路的岔路口。我们选择走高绕的新路，这条路会比原路线多了快2个小时左右。然而，据我们事前调查，旧路已经崩毁，本来还有一些绳索，后来好像也不见了，所以我们果断选择新路前行。那原先我们是想说可以顺便去捡个百岳八通关山，但是现在时间看起来是有点赶，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捡八通关山跟八通关西峰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就直取老农溪营地。那蛮遗憾的啦，因为八通关主峰听说上面展望不错，360度，不过没关系，安全为主，继续前进。高绕接回八通关古道，我们从观高高绕的路线就是这样一直陡上。现在写路很崩，请小心，有绳可拉。这是什么？玉分八通关，走这条好像会上八通关山，但我们要继续前往八通关的这个古道，因为我们就不去走主峰了，又有一点封闭了。要怎么下？登山杖啊！各位，从这边有个落差地形，然后我们要一路穿越这个碎石坡。哦，干！哎，这不好走哎。这段崩壁是这趟行程我们遇到较为危险的一个阻碍，然而它却远远不是最后一个。我们步步为营，总算全员通过，而八通关草原终于近在咫尺。现在抵达八通关山西峰的一个岔路口，这边大概爬升200，在那个树丛里面就有西峰。那我们就跳过八通关，继续前行。那比较可惜是八通关山是百岳，但西峰的话不是。不过我们就继续前进，等一下就会出这个八通关草原了。现在走着走着，终于要接回去这个八通关古道了。然后这边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告示牌，上面写1公里八通关。然后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一路下切下去。这边呢
比较陡，但下去之后，等一下就会进入八通关大草原。我决定用屁股滑下来。也可以走石头有这些踩点可以走，我们小心。这些草原景致，出现了一些白墙展望。八通关草原海拔约2800公尺，坐落于古道之上。100年前，1921年，日本人开通八通关越岭道后，这条路线就承载着联络台湾东西部、教化番人的任务。而整条八通关古道的历史，更可以远远追溯至清朝光绪年间，沈葆桢为开山抚番而设立的清八通关古道。100年历史的沉淀，让我们感受到脚下每一步土地的重量。我们追随着日本博物学家鹿野忠雄的足迹，从海拔1120公尺的东浦出发，抵达海拔2800公尺的八通关驻在所遗址，再沿老农溪源头陡上1152公尺，经过7公里的路程后，才会来到玉山之巅。相较于塔塔加线，八通关线不只是高度落差超过2倍，且因其沿线地质脆弱，台湾又多台风与地震，造成有多处崩塌，攀登更具挑战。然而这份文化历史的底蕴，却是塔塔加路线无法给予的。超酷的！这里，抵达八通关驻在所的遗址啊，非常平坦漂亮。在八通关的遗址这边呢，有3个岔路点，一个是往这个大水孤山，然后一个是往这个秀姑坪。秀姑坪其实在那边。你们知道这边已经有多久的历史了吗？100年的历史。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有一些古迹哦，很酷。就是这些，有没有？这都是以前日治时代的八通关驻在所的一些建筑的遗址痕迹。这些石头都是这样，当初这样子堆砌而成的，很漂亮。我们在八通关驻在所吃完午餐后，便继续踏上今晚的目的地老农溪营地。路上景色依旧秀丽，开阔的草原伴随着低矮的云雾，把古道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氛围。从没想过自己有机会在台湾走过100年历史的山中古道，从没想过自己会深深地爱上探索这片土地。就像当年鹿野忠雄在1941年出版的台湾高山文学巨著《山云与番人》中所说的自述一样，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断地渡海造访这遥远的深山野林，就让我客观地来思索这份热情。雄伟的群山，无尽的原始林，朴质的番人，惊奇与冒险，这些多彩多姿的风物交织出的台湾山林，如今对我而言，都已是无法割舍的存在。除非这一切景物残破不存，我将排除万难，每年都来亲近台湾的山林与番人。我心中仔细思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如此强烈的让台湾的山林牵绊着我？我想再次踏上有如此生最后的高山之行。鹿野忠雄的自述仿佛回荡在我耳际。我想台湾的高山就是有着这样独特的魔力吧，让人无畏困难，一再深入其中。我是元堂，这是我在八通关古道的故事，未完待续。下集预告：断桥崩壁。元堂将带大家走过八通关最险象环生的惊险路线，夜宿老农溪营地，隔天再登顶玉山主峰，欣赏绝美日出、大景云海，最后挑战10郡之首的玉山东峰。究竟元堂一行人是否顺利攀登成功？请锁定元堂困哪里下一集八通关上玉山。More and I'm out the door. The high life I've been waiting
CAT 就是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接下来在这里可以抢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之外，每个月还有精彩的单点大片。现在就下载 Hami Video App， 进入 CAT 网红馆看看吧。我是元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元堂混哪里？我们下次见，拜拜。